且让我给你依靠，为你守。你都会干嘛？就干你背你，我对你怎么样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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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什么？对不起，你给我滚出来！郑明章，今天我一定要跟你算清楚，你是存心欺负我女儿的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，是不是？啊！哎，别走！今天你们两个一定要给我解释清楚。这个什么这个那个啊？没话说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呀、风流鬼，难怪生下来的儿子也不正经。喂喂喂！你整天夸你的女儿9号文凭毕业，9号文凭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只不过是读了6年的小学，3年的中学。告诉你啊，我儿子永彪啊，他的文凭就比你的女儿重啦。他一毕业啊，随时都可以到你女儿的部门当他的上司啊。是这个捧咖啡的啊，他干的事跟我们农家是无关的。你不要一竹竿打翻全船人呐！是你厉害，你本事，啊，你生了3个儿子都是人才，不过自己的丈夫呢，却要跟另外一个女人共有。你说什么？好了，你们别吵了。你乌鸦嘴啊你！又 stupid，哎，怎么又红毛话骂人呢？又一定要 go to hell，又什么？啊，我告诉你们，别欺负我们是西班来的啊！我老公啊认识很多人的 ，OK？ 别吵了，吵什么？红毛吃肉我吃苦，红毛大便我来扫。你说什么？算了，我告诉你多少次啊！不要以为懂2句英语就在这里随便乱讲，丢人现眼呐！回去吧，啊，回去吧。心情啊，什么事情？看开点啦！事情不是发生在你身上，你当然看得很开啊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咖啡就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我好像没有叫咖啡哎。有，你忘了？我不要这个朋友啊！你拿回去好吗？我向你道歉。我叫你拿回去啊！好，我就站在这里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，郑重地向你说声对不起。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扯下你的衣服。说好别说那么大声好吗？我说话一向都是这么大声的嘛。好，我只想跟你讲，我那天是被麻将推倒，所以才会扯下你的衣服。好了，够了，以前事别再提了好吗？不提就不提。这么说，你肯原谅我？你不说我当是你原谅我了哈，我先走了。马建一今天来福利部投诉你啊，他说你非法雇佣童工，搞不好你会被罚款，要不然就坐牢。咖啡
定也会听牌，你死定了。喂，你在人家办公室里根本什么都不懂，不要以为是9号文凭，会说几句红毛话就很了不起。泡咖啡呀，也要讲究功夫，更何况去了解一个人。你们先去打听打听，马家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才来断定我龙养心所做的事是对的还是错的。你不去打听打听，我海南这是什么人？说我雇佣童工欺负小孩，气死人了！我干嘛嘛？我为什么要这么想不开？世界之大，不要为了一些小事而想不开。现在呢，应该是进好还是退好？不管是退还是进，万事都是小心为上。你呀，就是船头怕贼，船尾怕鬼，船中间怕船漏水。谁啊？哎，王大。新哥、周哥、哎，还有我呢，龙哥。来，我看点手。龙哥，不错不错，一个。哦，消肿了哈，没事了，要好了哈。新哥、周哥，我帮你炒咖啡。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的手这样子，你帮新哥好了。你干嘛啊，小鬼？我想以后再也没人闻到这种味道了。为什么？我再也不可以来咖啡店了。你妈不肯让你来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从明天开始，我就要去我亲戚的造船厂工作。听说那里的汽油很臭，没有咖啡那么香。你年纪这么小，叫你去船厂做工，年纪小小的不念书，到船厂能够做什么啊？去烧焊。哎，学烧焊更危险啊！有什么办法？我妈妈逼我去的。对对对，你去赚钱，到哪去赌博？不要哭，不要哭。男子汉大丈夫是不可以哭的。如果你想到要哭的时候就笑，笑呢是一种勇敢的表现，知道吗？这样也可以的吗？我知道，去船厂做工的确是很辛苦，不过你别忘了老师所教的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嘛。再说，你现在去学烧焊，10年之后你就是烧焊师傅了，到时候就一块铁一块铁慢慢的烧，就可以烧出一艘大船了。对，我10年烧一艘小船，20年烧一艘大船。但是你要担保在这10年、20年，一切都顺顺利利，什么意外都没有。对对对，你烧了大船之后啊，我们坐你的船去环游世界哈。我也要参加。到时候你就是船王，我们呢全部都是你的下属，整天泡咖啡给你喝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希望那天赶快到，我要走了，新哥。你的，有没有钱？干什么？我问怎么多了，来。这钱你先拿着啊。你为什么给我钱？放在身上嘛，有急用的时候就用得着了。不过，千万别让你妈知道，啊？新哥再见，周哥再见，龙哥再见。对。小心啊！这么吵，为什么一直打喷嚏呀？这么臭，你没闻到吗？早不吵，吃不吵，偏偏等人家睡觉才来吵。哎，为什么关窗？这么臭，不关窗怎么睡啊？这么热，关着窗怎么睡啊？我一直打喷嚏，这么吵，你还不是照睡不误？关窗就关窗。新哥。
会给你。给我。谢谢。这些漫画你帮我保管，改次我回来拿。如果没有回来，就当做送给你好了。好，我替你保管。谢谢新哥。你一定会回来的。老李来了，快走吧，老大！老李来了，快走！哎，王声，等等，快走。你们打算路上吃吧？新哥再见。哎，走吧，哎，走吧，走吧。黄小姐，早。早。哎，黄小姐，什么事？其实有事，我想跟你说，我要代替我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那天他不是故意的，而且他没有剥削波大，那个波大是没有钱交学费，我哥给他钱，所以波大才帮他捡那些牛奶罐。我哥啊是想帮他筹学费而已。王小姐。我只想让你知道，很多人就只会喝咖啡，批评咖啡泡得好不好喝。但是你知道，一杯咖啡除了咖啡粉、牛奶、糖，还有多少我们这些捧咖啡人的辛酸？我相信你是不会懂的。来看看这一双，是真皮的。哎，你给我看看那双，这双也不错，是法国名牌哎。哦，法国名牌啊。哇，那不是很贵吗？哎呦，你嫌贵啊，真是一点都不疼女儿。我疼，我买就是了。好的，哎，过来，有事情告诉你。嘿，上回啊，你说要资助我开一家分店，我看这地点不错的，你要资助我多少啊？随便啦，你说多少就多少。真的，太好了。老板娘，来了，怎么样，还满意吧？我爸爸呢？他找我刚去了洗手间。怎么样，看中哪一双啊？是啊，有没有看到合适的？不要告诉我说没有哦。我这双。哦，这双，还有这双。啊，算了，统统都要了。你全部都要啊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看，这就是我女儿了。你真的全部都要？哎呀，只要她喜欢就行了，随她去吧。我真的服了你啊，宝贝女儿，你千金命好，平常啊连走多一步路都不肯走，你买这么多鞋子干什么？爸爸，买鞋子呢不一定是要穿的，我可以把它摆在家里呀。那不是更浪费吗？你是不舍得把钱花在我身上啊，还是要把钱存起来，花在别人的身上？老板娘，再多2双。够了！要不是我女儿，我就扭断你的手脚，塞进你嘴里，一脚就把你踢出去。谅你也不敢了。你别忘了，妈临死之前你是怎么答应她要好好的照顾我的。知道了。爸，我一看啊就知道那个女人啊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，她肯定是把刀磨得利利的，要好好的砍你一笔啊。爸，你跟他在一起是不会有幸福的。是啦，你厉害！别说了，我请你喝咖啡，走。立凤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哎呀，爸爸，我看现在空气里面肯定是有很多细菌在跳舞。你不喝咖啡了？
我想喝，可是不是在这种地方。那好吧，我就叫他们把咖啡送到家里。好，谢谢爸爸。爸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姐，送咖啡的。小姐，送咖啡的。跳得好吗？好。喜欢吗？等我。你想怎么样？等我喝完这杯咖啡。明白。那我就等你喝完了这杯咖啡，拿了杯子就走。咖啡是要慢慢品尝，才能够喝出它的味道的。下个星期我要去参加水仙门的舞蹈大赛，你说我能不能得奖啊？能。那你就留下来吧。玩罢了嘛。阿玲，不要再碰我了。新哥，你的咖啡很爆好了，还不进来呢？别捉弄他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没事哥，回家。走了。一个女孩子家，就别那么晚回家，不是每次遇到对方都这么幸运的。阿星，什么事？谢谢你。我知道不到的事，我误会你。其实你是都在帮他。麻将英也只是说说罢了，他没去告你们。坐多一会儿吧，那些人呢，很可能还会再回来的。原来你是在这里炒咖啡的。是啊，黄小姐，他怎么会在的？你们之前不是？没事啦。哎，哦，黄小姐，坐吧。其实啊，咖啡呢是很命苦的。我还是第一次听人家这样形容咖啡的。还有呢？不过呢，在流了一大堆汗之后，就会散发出香味，磨成粉就变成香喷喷的咖啡粉啊，太值得了。到最后，还不是要被人一口喝掉？看来炒咖啡真的很不容易。不会啊，很简单啊，要不要试试看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啦，只要自己动手就行了。来，不
不用。小兰，不怕被烫。到，来，轻点就行。哎，对。哥，这么晚了，你还来这边干嘛？哎，你别跟着我了，你回去睡觉吧。哇，你是不是在想那个9号文凭啊？这女孩的外表虽然是高傲了一点，但其实她也有她温和的一面。我是担心我们是配不上人家的啦。她可是9号文凭毕业的呢。切，9号又怎么样？我也有9号啊。什么9号？我穿的鞋就是9号了。别开玩笑了，我是说真的，跟学历比自己高的女孩子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。聊天的时候，一个说的是天，一个说的是地，走在一起啊，别人一指指点点的，就矮了别人半截，迟早他都是会嫌弃你的。为什么你不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？你跟一个学历比你高的女孩在一起，就会逼得你非去学习不可，因此你就会努力、努力、更努力的，最后你终于追上了她，那不是扯平了吗？有这个可能性吗？有。不过我们是蹦咖啡的，就算再怎么努力啊，人家也是瞧不起的。阿周，悲观的人会叹气。我怎么只剩下1块钱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但是乐观的人却会说，幸好我有1块钱啊，懂吗？你的咖啡午后2杯。好，放这边好了。这个，来。Sorry 啊，I don't have smaller note. No problem。大律师记上造就。这里谁是老板？这里谁是老板？我就是。我们接到投诉说你们在咖啡店里炒咖啡，污染环境。那里是厨房吗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办？没事的，没事。店员都来了，你还说没事啊？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到底谁会去投诉呢？难道会是他？难道你所想的，跟我心里所想的是同样一个人？你说6月？不会的，不会是6月。你们没有把厨房整理好，东西随地乱放，这是很容易引起火患，你知道吗？是。你们两个昨晚做什么？炒完咖啡之后，怎么不把地方打扫干净呢？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这是给你们一个教训。谢谢。6月，你坐这边吗？是啊，店里没上啊。哦，那以后我可以常来找你了。有空下来坐。再见。再见。昨天是他来看我们炒咖啡豆的。难怪啦，昨天在2马路啊，他们2母女一看到我就远远的走开，一定是心里有鬼。人家是怕了你才避开你呀。你还护着他？你没看到他跟那些地友那么熟啊？不是他去投诉，难道是那些卖凉粉、牛肉粉的？对呀。对，你们炒咖啡不炒咖啡，带人家看来看什么看呐？笑。王小姐，王小姐，哎，是你啊，叫我6月好了。哦，
6月。今天不必在咖啡店忙。哦，没有，现在是休息时间。哎，又买了书啦？嗯，买了一本新的参考书。6月。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。那酸梅婆她说啊。酸梅婆？老板娘，就我大妈了。她说是你去投诉的。我没有。我相信你啊，我就知道你不是这样子的人。可是啊，那个酸梅婆她是不好惹的，你要小心一点哦。没做过的事，我何必怕呢？总之啊，我们不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，你还是小心点好了。我会的。平时都是你哥哥在说话，没想到你是那么健谈。我也没想到我会跟你谈那么多话，我还以为啊，你不会跟我们这些人谈话的呢。怎么会呢？我以为你会看不起我们这种低学历的人嘛。我不是这种人。真的吗？骗你干什么？我先走了。6月呀，什么事啊？咖啡店老板娘哦。她怎么样？她给脸色你看。阿周告诉我说，咖啡店老板娘认为是我去投诉他们炒咖啡，还叫我小心一点。听说今天有地牛上门检查。活该，要不然还以为我是好欺负的。原来投诉人是你呀？No。是不是你呀？到底是不是啊，妈？是我。谁叫他们老在班牙上跟炒咖啡啊？害我老打喷嚏睡不着觉。还有呢，面包王的女儿说：“红毛吃肉，我吃骨；红毛大便，你来扫。”童言无忌啊，小孩子说的话嘛。什么童言无忌啊？如果不是大人教的，小孩子会说吗？他们现在不服气，冤枉你。好，我明天就去找他们算账。国培，明天陪我去找阿姨、三姨，一起去骂人。妈，拜托你不要再闹事了。什么拜托啊？Peace, no war, please. 几点了？2点多了啊！这么早起来干嘛？找咖啡啊！我昨天陪你读英文读到12点多，现在还没有睡到3个小时，你又要我起来啊？这个时候炒咖啡最好的啦，左邻右舍都在睡觉，不会有人去投诉的。起来。哎。喂，别睡了，醒醒，啊！刚刚才去投诉了，现在又这样子，哎，讨厌！啊！哎，什么味道啊？
哎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赶来帮忙，我看整间咖啡店都会被烧掉。应该的。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，投诉你的人不是我，是我妈。你笑什么？我笑我有先见之明啊。其实我早就认定，你不可能会去投诉我的。算了，反正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天下太平啊。阿周，你干嘛哭丧着脸嘛？又不是整间咖啡店烧掉。我们都快死定了啦！你还这么若无其事。阿爸看到咖啡店这样子，一定把我们骂死了。还有大妈，她一定会趁机扣我们薪水。不会的，没事的。喂，你别操心了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啊？怎么会这样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昨晚做了些什么？宝宝，都说了，这是场意外。意外？这一次啊，只是半面墙。下一次呢？啊？是不是要把整间咖啡店给烧掉你才甘愿的？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做呢？我们也睡在这啊，哪有人这么笨，放火烧自己的？阿元，我受够了哈！我讲他一句，他就顶我10句，我真的是受够了。喂，各位，要喝咖啡的请进来啊！如果要看热闹的，麻烦请回家，好不好？没什么好看的。滚！你们两个给我滚啊！有多远的就滚多远。妈，你别这样，妈。放手啊你！走吧。哥，爸，喂，你在求我大祸连头啊！走。我不是求人啊，我只是寻求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法。大妈。谁是你大妈？你给我滚啊！哼！离开咖啡店，就是我们解脱的时候。走吧。走。鑫哥，爸，他们要是会尊重老人家，就一定会回来。爸要你来叫我们回去啊？算了，太阳怎么可能从西边升上来呢？走吧。其实我妈是过分了一点，她不应该把你们赶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说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说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可以骂我妈。我怎么会骂你妈呢？我谢她还来不及呢。啊？要不是她的话。我更不会下定决心要去航海。你要去航海？总比留在咖啡店来得好啊！你走了，那做跟你妈怎么办啊？你们两个现在没有工作，如果需要钱的话，尽管跟我开口。我们是兄弟，钱不是问题。只是我比你们还穷啊！这我都知道。走吧。不过我会想办法的。这一次啊，把他们两个赶走，希望能够一了百了，天下太平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我在拜神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不要说话？是啊，是要感谢祖先啊，把两个瘟神给赶走。妈，其实你不对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练武的人讲的是正义，出手不打自己人。你看李小龙打的都是洋人和日本鬼子。你呀，要是自己人啊，就应该帮你妈，不是帮那个八外婆的儿子说话。可是李小龙说，我说啊，你最好把李小龙当你妈，叫他妈好了。妈，你不知道李小龙是男的。哎呀，你整身脏兮兮的，还不去冲凉？这么迟了还不冲凉？去！我要继续练的。
还是阿彪最听话。他不是听话，他是不说话。我说啊，我是最好心啦，忍他们母子三人忍到现在，换成是别的女人啊，早把他们3个人啊丢到大海去了。这个八赖婆啊，死赖在这不走，存心跟我过不去。爸，你要不要来爷啊？别说了，明天我还是要去巴赖的。去呀、去多找一个啊，生多2个带回来。爸，你又头晕了？哎，是不是耳水不平衡啊？没事。永安呐，你明天陪我去巴赖吧。巴赖，不行啊！怎么了？玉华有了身孕，我怎么走得开啊？你妈在，你担心什么呀？你陪爸去好了。你不是老跟我说你头晕吗？那我走了，谁照顾你啊？爸，我陪你去。啊，好啊。不好，你大学功课那么忙，不要烦他啦。妈，我可以的。总之你留下，专心读书。好了，永彪，你就留下来读书好了。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可以。爸，你怎么忘了我啊？带我去吧。你？万一出了什么事，我还可以保护你呢。算了，我看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去好了。嫦娥幽会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哎，哇，吓死人了你！买寒衣啊？没想到寒衣这么贵的，要不是因为要出海，我怕天气寒冷，我真的不舍得买。钱够用吗？要不要拿些借给你？像你这种人呢？一部功夫片呢，就看他10几20遍的，你会有钱借给我？我没钱可以跟我妈、我大哥要嘛。酸梅婆和面包啊，那谢了。我知道，他们有时候是过分了点，你就不要放在心上啦。我不在，你别让你妈欺负我妈，我们就是好兄弟。行，我这种人永远站在道理和正义那一边，谁讲理我就帮谁。哇，替百货公司搬家，这么巧碰到你们，来帮我拿。喂，来，我们跟你还不是很熟哎。哎呀，不要这样嘛，你们是好人嘛，你们人这么好，下一次我出来逛街一定带你们出来的。你很不客气呀。别这样说嘛，走吧。男人帮女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啊，外国男士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你这么乱花钱啊，男人跟你在一起啊，很不幸啊。不要乱说，我买这些东西是有我的用途的。干嘛？你要开杂货店啊？你搞错了，是鞋店。那个啊，说你们见识少。下个礼拜呢，水仙们有个跳舞比赛，听说还有记者来啊。到时候呢，我就穿一双见记者，还一双用来参加舞会，另外一双用来跳舞比赛，还有一双是得奖的时候用的。既然你们2个人那么好，那就陪我去逛街吧。我不去。喂，走吧。最多到时我请你们参加舞会。舞会。不过到我比赛的时候，你们要给我大大的掌声哦。喂，走吧，新哥。哥啊，你说阿爸去了巴莱之后，咖啡店会不会人手不够？你有点骨气好不好？千万不要回咖啡店的。如果你敢回去啊，看我不打你。那你自己呢？就算不回咖啡店，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哦，不一定要出海的嘛。我已经向海员工会申请会员证了。那个海曼船长呢，还很热心的介绍我上船呢。哎妈，吃饭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
我今天刚刚跟婆祖求了支签，问你航海的事。是吗？航海的，来看看。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嫦娥奔月，那不是一去不回头吗？神经病啊！这嫦娥是女的，我是男的，她是上月球，我是出海，这相差10万8千里啊！为什么你不往好的方面去想呢？嫦娥是因为讨厌她老公，然后才会被逼上月球的，这么可怜的事，怎么往好的方面想啊？但是你别忘了，这个月球上面呢，有她心爱的吴刚，还有玉兔陪着她，所以她是不会回来的。还有啊，月球上面呢，自由没战争，也没那些三姑六婆，所以这嫦娥是肯定不会回来的。你呀，不过有一样东西呢，我跟嫦娥是绝对不相像的，那就是你跟妈都在这，所以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怎么都是说不过你的了。妈，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？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了，我说多了也没用，是吧？可以忘了吗？不闻不问不想他，难道真的从此没牵挂？除非自己变傻瓜。如果不曾紧紧拥抱过，感触不会特别多。交换过承诺，也没什么话好说。花花世界太多诱惑，缘起缘灭又能代表些什么？刚巧路过，留下线索，谁能单身一切从未发生过？假如当时他说声爱。